所以拜登政府只得把新疆问题重新捡起来，试图用这个借口来制裁中国的有关企业。其实呢，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无奈的举动。新疆早就走上正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制裁中国企业的这个名单越长，只能证明美国越是失败。在过去的一周美国对中国企业发起了4、5波的制裁，而最近这一批制裁的借口是中国的新疆政策。根据艾吉威的完整统计，自2018年以来，美国总计对超过1000家的中国实体或个人实施了制裁。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考克斯报告，第一批被制裁的是中国的核心航天军工企业，然后这个名单就逐步的扩大拉长，如今呢已经扩展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民营企业。有人说这体现出美国打算收割中国的财富，给自己续命。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已经全面失败，离美国宣布正式认输的时刻也越来越近。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21世纪围绕台海、南海的一系列的斗智斗勇，已经向全世界证明，美国要想和中国动武是没有把握的。虽然美军一直在跃跃欲试，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对华作战方案，但是美国的最高决策层呢，是从来都不敢付诸实施。因为二战后美军2次吃大亏都和中国有关，所以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方式才会选择制裁、禁运、颠覆这一类的下三滥的手段上。我们注意到，美国对华制裁的理由是在不断的调整的。早年单纯制裁中国的军工企业，理由是获取美国军民两用技术用在武器装备的研制上，这个借口当然至今还在用。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经常用这个理由来迫害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留学生。到了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采取空前诚实的态度，明确表示要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能让中国在5G 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因此美国悍然发动了对中兴和华为的制裁。当然了，其他有能力偷破芯片产业的企业也没能逃过美国的打击。这一步给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那么这连续20多年的制裁到底有没有摧毁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呢？有目共睹，当然是没有。如今不但我们的国有核心企业，甚至很多创办时间不长的民营企业也具备了相当出色的高技术研发生产能力，进入了美国政府的瞄准镜，这就让美国的制裁名单越拉越长了。但是拜登政府名义上表示不打算和中国进行对抗，而是竞争，这就是说特朗普用过的那些理由，拜登是不想再用了。拜登呢，需要寻找一些适合本届政府人设的新借口。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要更加虚伪一些，所以更喜欢使用人权之类的借口。但是如今西藏社会平和，人民生活幸福，实在找不到抓手。香港呢，在美国特务机关的颠覆和骚扰之下，度过了一段动荡时期，但是在国安法的震慑之下，反华乱港分子的气焰已经被彻底的打掉，社会已经恢复了正常。所以拜登政府只得把新疆问题重新捡起来，试图用这个借口来制裁中国的有关企业。其实呢，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无奈的举动。新疆早就走上正轨，自治区在中央支持下，通过两手抓的方式，一方面打击暴恐势力，一方面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如今的新疆已经成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省份，大量输出农产品、纺织品和高技术的产品，包括美国人都做不好的光伏电池就是在新疆生产的。美国政府用新疆的产品做文章发起的制裁已经遭到了多次失败，特别是对于新疆棉花产品的制裁，不但引发了国内纺织和成衣企业的一致力挺新疆长绒棉，还迫使很多的国际成衣巨头公开表示不愿意参加美国的反华行动。如今呢，美国再次借口新疆问题发起对华制裁，除了把美国自己的进口企业逼上绝路，还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的无可奈何。制裁无法阻挡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进步和整体产业的升级，反倒是美国物价指数的飙升。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会看到美国用实际行动为大家演示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